大家好，我是云飞。前段时间小米发布了它的运动对讲机，主打的就是一个小巧。这我们之前倒也是没有接触过这类的产品，所以我去搞了一套，看看这个所谓的公网对讲和普通的对讲机有什么不一样，用起来到底如何，也算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小米新出来的这些玩意儿到底怎么样。那我们点下收藏，这就开始我们的正片。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一个沉浸式的开箱。大家对小米的这个对讲机很感兴趣啊，然后我搞了一个。给大家看看它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然后用起来是什么样。那就是这样一对小米运动对讲机啊，超长距离对讲，负30度户外使用，智能通话降噪，快速组队，1对1语音通话，然后磁吸的穿戴配件，支持电话接听啊，我操，专属 APP。就是不知道它这个实际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小是挺小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就这么一个，应该就这么一个灯的大小。这个实物确实是很小很小啊。然后这里是 Type C 充电的口，然后看一下都有哪些配件。然后这是2个主体，然后这个应该是小米的一个快拆，主体先放这。然后来看一下进网试用。内卡 SIM 卡，哦，这里有一张物联网卡，这个要交钱吗？我很疑惑。它是一个物联网卡啊，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磁吸的一个快拆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应该是放在肩带上这样卡扣住，然后这边的话这样子，哦，磁吸拧，哦。也有点力，这磁吸住了，然后用力，它就自动分离。哇，这个快拆还挺厉害的。然后这个是，就是磁吸夹在那边的，啊，它是直接内置了这么多配件，直接夹住，然后这下面是空的，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这样的腕带吧，还是什么？那充电线，还真是腕带，就是可以，这样的，这边是一个固定的作用，这样子固定住了，然后这不是有个腕带吗？所以用这个夹在这儿，然后固定一下，然后。这样，大概一个示意啊，就这样稳如老狗嘛。这些配件我们就已经看过了，也大概都知道它怎么用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它实际上机子本体到底是怎么用的。开机。好，它要连接 APP， 那我们去下载下载小米对讲机。正在帮你安装小米对讲机。添加设备。哇，小米还挺多对讲机的嘛。那点击组队键，短按功能键。当前网络异常。OK， 连上了一个，然后再连另一个。APP 请求连接。当前网络异常。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卡塞进去是吧？就是一定要有卡是吗？连接失败，当前网络异常。就还是一定要有卡。它这个是物联网的卡，所以是不需要用钱的，应该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好，
这样塞进去。开插入。好，网络连接成功。连接成功，当前暂无群组。这样就在线了。它是有一个物联网的卡，不需要我们自己再额外的准备卡。那卡。这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挺好用的，我觉得，就2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一个人挂一个，对吧？然后你看插卡的这里它是有一个小图标，我们按照它的图标指示这样子，卡面朝上，这样塞进去。开插入。好。网络连接成功。连接成功。好。当前暂无群组。一个578，一个579，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指引之类的，应该怎么用呢？这么小，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它都是一个基于网络对讲的那我们新建群组，那这3个都可以进去。设备名称，OK， 然后是按指说话，应该是吧？比如说，看一下电量70%，本机名称 Sport 400578，当前群组免费公网对讲机。123，你在干什么？123，它就是整一大块都是按键，我们按下123，它这边就直接出来了。然后这边它是一个网络的信号，就是 SIM 卡，然后我这里按一下。电量70%，本机名称 Sport 400579，当前群组免费公网对讲机。那下面是什么？群组1，免费公网对讲机。切换成功。可以切换群组。就是这么玩嘛，是吧？还是挺有意思的啊。123，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123。来听一下现在这个感觉，现在是全网在公布123，然后我晚点再详细的用一下，然后大家让我仔细的感受一下。我们看它的外观还是非常简洁的，正面一块屏幕，一个音量调整旋钮，然后就是巨大的一个按键，这戴着手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侧面是3个按键，分别是当前的状态、开关机、组队按键，背部是小米的一个快拆，顶部是 SIM 卡的槽位。底部是一个 Type C 的口，体积嘛就比较小，你看在我的手里就这么点大，确实是比传统的对讲机要小很多。然后就是它的一个不同点，它是公网对讲机，一个优点是摆脱了距离的限制，缺点就是需要在有网络覆盖的地方使用。然后像小米的这个对讲机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有蓝牙，可以作为一个随身的小音箱使用，虽然音质不太行，但是在户外徒步的时候那还是挺好用的。那么我们这里就稍微先偏离主题一下，看看它的这个音质啊。就是一个能听的状态，然后它是可以和对讲机一起使用也可以设置仅蓝牙模式当一个纯音箱，这就很好，很小米那么回到我们的主线，它作为对讲机，它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实际测试下来发现，就还可以，确实你开着，并且在对应的频道讲话的话，你是可以几乎没啥延迟的接收到对面的这个信息。我来为你简单的演示一下。这是它其中的一小个应用的场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差不多晚上快10点钟了，9点半，然后我在我家里，然后小伙伴在他家里，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进行实时沟通。我这
这边说话，他那边也可以同步的收到。然后小伙伴随便说一点什么啊。好的好的，我这边现在是9:36，就是能听到吧？能听到吧？能听到。那这样在一些异地的情况，或者说距离比较远的情况，就可以直接使用它。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实时沟通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它还有没有更屌一点的功能呢？那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我们在开箱的时候不是使用手机创建了群组嘛，所以我们在手机上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备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使用手机也可以直接对讲，直接省一个对讲机的属于是。所以如果要实时对讲，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叫小伙伴直接弄一个小米对讲机的 APP， 然后邀请加入群组，这样就可以直接激情开麦了。这里我也直接叫我在杭州的小伙伴来试了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好，我们这边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我是有一个这个小米的公网对讲机，然后我的小伙伴也有一个，然后我另一个小伙伴他是在杭州，然后他是直接用的小米对讲机的一个 APP， 就是我们创了一个群组，就是他可以用 APP 说，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小米公网的对讲机说，然后我们3个人轮流发一下言吧，然后先唐浩哲你说吧。我现在在杭州，然后是通过网络接入小米 APP， 接入小米对讲机 APP， 对吧？对的。然后相比于微信通话之类的来讲，我感觉这个还是比较清晰。就是我感觉说，主要是这个你不管你如果是这个物理的东西啊，如果是这个物理的东西，不管你在不在线，你直接只要你开这个东西，我这边一按，只要这个设好了都能听得到，这个是挺 OK 的其实。这东西能跟小米舒淇的车载对讲机一起用吗？可以的呀，它那个小米对讲机 APP 里面不就是有那个好多个设备嘛，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然后它下面有好多个，应该都是能编组的。OK， 让浩哥你再说一点啥，然后咱们就 over， 然后明天咱们早点过去工作室，然后把片子搞出来。OK， 我这边的那个收音还有讲话应该也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频道它是只能单人讲话，其他人在说话的时候是不能同时说的，这点还是挺好的。实际使用下来，运动类对讲机，我感觉它就是作为一个媒介，让我们更好、更方便的使用对讲机。当然，以上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演示，让我们到户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比如我们在徒步，那么就可以直接绑在手臂上，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位置，因为它的这个按钮足够大，就不管你是戴手套还是直接按，应该都不太可能会按错，这点就是挺好的。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他的位置直接挂在脖子上，扣在背包上，这都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对于小团队徒步玩玩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不太适合那种硬核的，毕竟可能那种的话就是去没有信号的地方，那它就 GG 了。最后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续航，虽然官方说有36个小时，但我开着一天基本上就没电了。它在低电量的时候是会反复的发声提醒我们，基本上也可以杜绝没电的一个情况。就是它电量低于20%的时候，它是会自己说一个电量不足的。当前群组云飞公网对讲机。我感觉就还是比较适合那种轻徒步之类的，在外面玩个1-2天那种，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小配件吧。毕竟小，而且通话的距离非常远。对了，它还可以单独的通话。不过我这2个就已经是极限了，没办法演示，那还是等买了的团体来告诉大家实际的一个使用的感受。我这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小分享。那么这就是我这次的小米运动对讲机的一个体验分享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了解它。你觉得它怎么样？买了用户也记得回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如果有什么像我这的产品，也欢迎评论。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